西部联合2021联合军演开始，史上最强反恐演习，什么样的恐怖分子才配得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8月9日，中俄联手的这个西部联合2021大规模战略军演正式启动了。军演地点呢是宁夏的陆军青铜峡战术训练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解释，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拓展中俄两军联合反恐作战领域的深度，展示呢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决决心和强大实力。问题是我一看这个演习规模，还有这个内容，还有这个构成啊，兵力上万人，空中是歼20、运20，俄罗斯的这个苏35，还有各种无人机，并且还有蜂群作战方式。地面上呢是远程火箭炮、新型榴弹炮、红旗16、步兵战车、突击炮，而且实兵打起来作战样式是对敌实施饱和火力突击，再加上蜂群攻击，还要纵深轻脚追歼残敌。这种兵力，这种打法，说实话，全世界能扛住的国家都没多少，尤其是那个蜂群作战，这一波撒出来，基本上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装甲旅都扛不住。然后公开说这是反恐演习，这什么恐怖组织得修炼到什么层次才配得上啊？歼20用上了，说明这个恐怖组织应该有不错的雷达预警体系和防空火力体系，甚至呢可能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否则中国何必使用歼20？而且对方可能有成规模的机械化地面力量，否则也根本用不上远程火炮的这种饱和攻击，也用不上这种蜂群。而且从演习场的位置选择来看，还有参演兵力来看，高原地带没有坦克，这个细节又似乎体现了假想敌所在的区域交通条件可能不太适合重装甲力量的展开，或者是对方的反装甲力量根本就不是很强。所以呢，如果说这是反恐，很有可能意味着恐怖组织颇有规模，但是实力呢相对较弱。只不过这个看上去稍弱的恐怖组织背后，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力量给他提供情报支持和一定程度的火力支援。而前一段时间与这个背景特别相似的这个环境啊，就在叙利亚出现过。在当初打击恐怖组织的时候，俄罗斯就遇到过多个强国的先后的干预。面对当时的情况，俄罗斯现有装备技术水平对付起来就已经显得比较吃力。而这次演习呢，应该是指向了中亚某个地区，如果哪个地区需要一个联合反恐，而且恐怖势力背后又有强大支持，靠俄罗斯单方面搞不定的话，那么中俄可以联手实现该地区的稳定。至于说这个地区到底会出现在哪里，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周边哪些国家可能陷入新的战乱，那么这个地区就不是不可能。当然了，这也是对中俄这次演习科目表面层次的理解，更深层次的理解会是什么呢？比如它要展示从7月底决定开始联合演习到8月初开打，中间只有10几天的功夫，双方的战略配合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程度啊？双方是不是要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我们是在背靠背互相支持？同时这个演习内容呢，又和俄罗斯最敏感的克里米亚问题、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都不相干，体现的又是合作并且不结盟。其实啊，这种演习本质上就是一种演示性演习，不是朱日和美国红旗军演那样真的要通过对抗去提高什么作战能力，不是。这次联合搞一场演示性演习，目的就是要展示姿态，言者有意，听者有心。好，关于中俄联合军演的目的，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